蓝副总，今晚出席酒会，我有个建议。魏秘书小心地说。什么？蓝副总头也没抬。聂怀桑酒量很好，不如让他一起。魏秘书慌忙补上一句，我也会去的，只是有怀桑在，我喝酒没那么大压力。好。蓝忘机签好文件递给魏无羡，爽快地答应了。魏秘书没想到事情这么轻易就搞定了，简直是怀着雀跃的心情走出办公室的。他径直来到聂怀桑办公桌旁，脸上尽是掩饰不住的笑容。魏秘书，有什么好事？正在玩手机摸鱼的聂怀桑先开口了。今晚的酒会，蓝副总让你一起。魏秘书开心地说。真的？聂怀桑不信。骗你干嘛？刚刚蓝副总说的。魏无羡不敢说是自己提议的。算了算了，我去干嘛？聂怀桑摆摆手，直接拒绝了，继续低头玩手机。我也会去的。魏无羡慌忙说道。为什么不去？不想做电灯泡。聂怀桑随口说道。什么电灯泡？魏无羡傻乎乎地问。啊，当我没说，反正我就不去了。聂怀桑转过身子继续看手机，不给魏无羡缠他的机会。魏无羡挠挠鼻子，没搞清楚他什么意思。其实聂怀桑也不是非去不可，这种场合他能应对。想到这里，魏无羡也没再纠结，继续工作去了。当什么电灯泡？当然是当你和蓝副总的电灯泡。聂怀桑冲着魏无羡的背影小声说道。罗清扬在一旁捂嘴笑，只有魏秘书一个人看不明白。宴会会场外，冷风吹得人凉飕飕的，身穿礼服的男士女士即使披上外套，一出门还是忍不住眉头一皱。不过很快便上了暖气十足的车子。然而蓝副总觉得这冷风吹着有些惬意，与乌烟瘴气的宴会形成鲜明对比。魏英，我们散步回去。这里离蓝副总的别墅并不算远，步行半个多小时就能到达。好的，蓝副总。魏秘书取了2人的外套，先递给蓝副总，自己才披上衣服。蓝忘机低头，修长的手指将魏无羡敞开的外套扣好。小心感冒。蓝副总低沉好听的声音在耳边回荡，魏秘书禁不住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正是冬季，1小时前下了一场小雨，2人选择的又是清静的道路，因此都没有碰到什么行人。蓝副总好像很喜欢这样安静清冷的氛围，虽然一路上未发一语，但目光却是柔和的。一阵冷风吹来，魏秘书不禁脚步一顿，偏过头躲风的动作虽然很收敛，却逃不过蓝副总的眼睛。魏英，冷吗？蓝忘机侧过脸问道。不冷不冷。魏无羡连忙否认。蓝副总根本不听他的，伸手握住魏秘书的一只手，果然凉凉的。手冷，身上不冷的。魏无羡笑着说。蓝副总轻轻握住那只手，顺手揣进大衣口袋。蓝副总的手掌很温暖，握住魏秘书的手指藏进了口袋。手握着手，2人的距离便拉近了，随着缓慢的步伐，身体也不自觉地撞在一起。魏秘书有些紧张，他悄悄抬起目光看了看蓝副总，发现对方并没有任何不悦，才慢慢放下心来。蓝副总的手好暖和。魏无羡忍不住感叹。同样在冷风中行走，他的手却一片冰凉。下次多穿一点。蓝副总看了一眼魏秘书的外套，在办公室还行，在室外还是不够厚。不过这是他提出要散步回去的。蓝副总忽然觉得有些后悔，魏秘书感冒了怎么办？正想着要不要让司机来接时，魏秘书忽然挣脱蓝副总的手，像只兔子一样跳到了另一侧。魏英。蓝副总还没反应过来，魏秘书另一只凉凉的手就伸了过来，十分自觉地握住蓝副总的手。这只也需要暖一暖。魏无羡笑嘻嘻地说。平时的蓝副总十分严厉，魏秘书不敢这样随意，但偶尔蓝副总露出温和的一面，魏秘书也会抓紧机会撒撒娇，算是心理平衡了。蓝副总没有交往甚密的朋友，在公司所有人都心怀敬意，保持距离，所以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魏秘书都希望能站在他身边。不知何时，魏秘书心中竟抱有这样的信念，于是在这样冷风瑟瑟的冬季，他也能开心地陪着这位有些固执任性的副总在湿冷的街道上步行回家。因为即使再冷，蓝副总的温暖都触手可得。
好希望这条路能一直走下去。是吗？蓝忘机的语气带着调笑的意味。魏秘书惊讶于自己的老毛病又犯了，无意中将想法说出口，总是让他在蓝副总面前出糗。我的意思是，没想到这条路走起来挺惬意的。魏无羡一语双关地说。两人就这样继续沉默地迈着步子，握在一起的手藏在大衣口袋里，手掌已十分温暖，但蓝副总没有放开，魏秘书也没有抽出手。路上虽然偶有行人，但大冷天两人挨在一起走路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行人都低着头步履匆匆，只顾着赶路，两人步履缓慢，似乎只是想将这条回家的道路无限延长。魏秘书，今晚可以不用回去了。蓝忘机忽然说道。好的。魏无羡点点头，时间太晚，确实可以不用回去了。蓝副总真的很贴心。